大家好，我是 Tony， 我现在在新店碧潭的刘公圳取水口。今天上午来造访碧潭蓝色水岸步道，中午用完餐，下午又来造访附近的刘公圳清水步道。这里是刘公圳取水口，不过并不是最早的取水口。最早的取水口是乾隆5年完工。 在现在的清潭那边，这是后来在乾隆32年将取水口移至这里。这是刘公圳圳头展示馆，不过现在没有开放，整个木栈平台也都荒废了。这里原本是一个抽水站。 民国59年，新店溪因为砂石开采，河床下陷，所以圳水口这边已经无法取水，于是在这里建了一个抽水站，以抽水的方式取得水源。这栋建筑就是抽水站。刘公圳由此向北流向台北盆地。这是刘公圳抽水厂民国59年完工时的样貌。从这边的巷道走往刘公圳清水步道。对面的这栋建筑是农业部农田水利署。大楼名称是刘公纪念大楼。 万善同归。这里埋葬着刘公圳兴建期间因遭到原住民杀害及工作殉职的工程人员。刘公圳最早的取水口是在新店溪上游的清潭那边，已经接近泰雅族的传统领域。对于泰雅族来讲，这算是亲门踏户，所以施工期间当然会遭到泰雅族人的 攻击，那万善同归见证了这段历史。经过万善同归，前面这里就是刘公圳清水步道的入口。这是仅存的刘公圳水圳路段。 后面大部分的水圳路段现在变成地下水沟了。哦，里面好多无锅鱼。我小时候算是在刘公圳旁边长大的，因为这条水圳往北流会经过延吉街，所以我小时候土地公庙旁边的，我们当时称为短圳高。 那条水圳就是刘公圳，那个水面比这边宽多了，所以可以想见早期这里的水圳的宽度应该是包含两边现在的步道都是刘公圳的范围。不过小时候只知道那一条是短圳高，并不知道它的名字是刘公圳，因为小时候那个年代社会课没有乡土教育，所以不知道。 我是在刘公圳水圳旁长大的。刘公圳大约在民国70年左右就废弃了，因为随着都市的发展，台北市市区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农田了，所以水圳的功能消失。那为了都市的发展，所以一些水圳的河面 就被填平作为道路，那水圳就变成地下水沟了。所以很难得，这里还保留了一段刘公圳，虽然只是
缩小后的刘公圳。早期附近都是农田，现在已经是高楼大厦了。所以刘公圳也只能功成身退。有一只橘猫在这边休息，我从这边走下来看一下。小时候我家门前的小圳沟里面就很多鱼，像大肚鱼、头鳝、钩带都有。当然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前面那里就是大马路了。刘公圳亲水公园，右侧走出去是北新路一段，前面是环河路。哦，这边还有一小段，这里有废弃的水槽桥。这里还有步道，上面是环河路。这当然不算是一条非常宜人的水岸步道，可能要有一些历史情怀吧，走起来才会比较有感。前面就接马路了，那我就在这边折返。刘公圳开辟于清乾隆5年，差不多花了20年的时间才完成。所以当然最初不是叫刘公圳，是后人为了感念郭喜流倡议之功，所以将水圳命名为刘公圳。我们回到刘公圳抽水厂了。我们今天的刘公圳清水步道之旅就到这边结束。那现在天气真热，我们就去捷运新店站那边吹冷气，逛逛那边的商场。从这里走出去，对面就是捷运新店站。300年前的郭喜流先生应该很难想象，300年后的新店会变成这个样子。良田美畝已不在，而蜕变成为一个现代繁华的都会。我们今天的刘公圳清水步道之旅就到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哦，好多游客去平民玩。开动。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欢迎您点选网址，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